我真是看你看不下去了呀！你老公怎么对你爹在得癌症后期，一个护工多少钱？而且对于一个病人的那种贴心贴肺的那种好，值多少钱？你算得清吗？他对你爸是怎么对你爸的？你刚才对他妈是怎么对的？所以你这还真是让人挺气愤。你的一点就是，有一些人，往往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希望家庭不清不楚，大家都来帮自己。等自己过了这个坎之后，就希望分得清清楚楚。这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？从你上场一开始对于婆婆的那个态度，我就恨得咬牙切齿。视频中让涂磊老师怒斥，不仅仅对婆婆不尊敬，还言语羞辱婆婆，遭到全场嘉宾老师的怒批。涂磊老师更加是现场教她做人，当场将她骂哭。这样的一个女人，该不该娶回家呢？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祝您平安喜乐，好运连连，来年一定发大财。接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事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。故事的男主人公林先生，30岁的他来自湖南，是一名房产中介。一旁的女主人公李女士是林先生的妻子，30岁的她来自河北，目前没有职业。两人结婚4年多时间，有一个2岁的宝宝，是婆婆从出生就帮忙带，而李女士却责怪婆婆管太宽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好，那你的钱呢？我的钱我自己拿着还要管着小孩，吃喝拉撒都是我管，我老公没负责过。以前没生小孩之前，全都是2个人一起用。生小孩以后，我把我那份全部交给我妈妈，让我妈妈给我攒着，因为说小孩还小嘛，啥东西都要用钱啊。但是你攒的每一分钱，是不是该给我报个数啊？你做丈夫的，把我这个当媳妇当啥了？我还必须跟你妈过一辈子，讨这个媳妇有什么用啊？汇报一下账目，现在攒了多少钱了？攒了6、7万块钱了吧。有这样好的婆婆哪里去找？小孩从出生就没喝过母乳，都是喝奶粉长大的，这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了。婆婆把儿子的钱握在手里，第一是帮着这对年轻夫妻存一点，第二也是小孩花小大。这小图认为婆婆没有错，只是不应该管着白眼狼儿媳的事，什么都让她一个人去，可能她就不会闲得发慌了。接着李女士还暴露出自己有一笔嫁妆钱，丈夫和婆婆想拿出来，然后他们自己再凑一点买一辆代步车。可由于李女士自己不会开车，更没有想取考驾照的想法，她不想把嫁妆钱拿出来，但有孩子的家庭有一辆车不是会方便很多吗？宝宝出门了不是有个车带出去方便吗？你们是不是这么考虑的呀？我是这么考虑的，我老婆她就不愿意了，她就说我跟我妈合伙骗她嫁妆钱。连赵川都知道有辆车方便很多，就算车子写李女士的名字她都不肯，还认为丈夫和婆婆想骗她的钱。接着双方聊到孩子的问题，有一次小孩身上就长了一点点小疙瘩，这是每个小孩基本上都会经历的事情。婆婆是过来人，肯定知道，但李女士直接质问婆婆为什么不带小孩去看医生，可婆婆要做家务，并且自己一个人又没车，怎么腾出手来呢？于是婆婆的回应是让李女士和儿子自己带去看医生，可当时李女士在工作，并且还是朝9晚5的工作，按理说这个工作大把时间可以兼顾到小孩的，要想想婆婆在家一天面对小孩，还要煮饭做家务，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可如今小孩长大到2岁半了，李女士想送她去幼稚园，此时的婆婆不愿意了，从出生第1天开始，但现在2岁半了，都是婆婆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。李女士一句话就想把孩子抱走回娘家去，丈夫和婆婆都不答应，而李女士直接对婆婆大吼大叫。因为这件事，丈夫和妻子也争吵起来，一气之下，李女士回到了娘家。如今已经过去1个月时间了，所以才来到节目组解决这个问题。接着赵川问到让人不淡定的一幕：这样子我就冲回娘家1个多月了，所以来你们节目了。是你要来还是他要来？我要来的。来干嘛？我要来讨回我的公道啊！我心里不舒服啊，我委屈了。他回娘家1个多月，你没去接过呀？去接过他不甩我。这1个月，林先生也去丈母娘家接过李女士2回，但李女士不给台阶下，执意要来节目组讨个说法。可连赵川主持人都看不下去李女士的做法了。说句实话，我挺为你婆婆叫屈和叫冤的。我基本认为你的做法属于过河拆桥。一个孩子从那么小带到2岁半，老人很累的。可能你的想法有些是对的，但是你的做法在我看来真的不对。我们把老人请上来，听听婆婆是怎么想的。来，有请婆婆啊！赵川直接把婆婆请上了舞台。婆婆的到来让李女士不屑一顾，
赵川直接问婆婆喜欢这个儿媳妇吗？婆婆一句话说出了她的态度：喜欢这儿媳妇不？怎么说呢？反正是自己家的人了吧？哦，多少要包应她一点。婆婆的包容心还是很大的，没有记仇，没有说撂挑子不干。就算李女士回娘家的1个多月，还是把孩子照顾得很好。带孩子不仅仅身体很累，心也很累。同时，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是婆婆在做。赵川接下来问到婆婆为什么要管儿子的钱，婆婆的一席话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他们结婚没小孩的时候吧，他们2个人加起来也差不多6000块钱，1个月下来没赚1分钱在这里。后来小孩去世，处处要钱。我就对我儿子说，你们这样用是不可能的，儿媳妇的钱呢我就不管，但是儿子的钱一定要交给我管。你老怎么管啊？我1个月2100的工资，每天朝9晚5，我还要养个小孩，凭什么我老公攒的钱都要放在您老这里啊？我不可以管呢？年轻人确实花钱大手大脚，很难存下钱。要是钱不在婆婆这里，估计他们小2口月月都是月光族，别说存钱了，就连小孩吃奶粉到时候都吃不上。这一点婆婆做得非常明智，但儿媳的态度全场可见，一点都没有尊重人，就在台上都大吼大叫，可见在私下里婆婆没少受气啊。带小孩累了不说，还要说你的埋怨吗？你家里家务做过吗？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你们上了这点班，回家对房里一走就是我累了，我要休息，你们管个小孩吗？吃了饭以后让你刷2个碗，你们刷过吗？我白天都不在家，衣服你们洗过吗？我白天都不在家，怎么给您洗啊？休息就是睡觉。你管过我这婆婆累不累吗？问过我吗？儿媳虽说每天朝9晚5的工作，但是下班后从来没有做过家务，对小孩也是抱一抱玩一玩，全都是婆婆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到2岁半。结果李女士一句话想送去幼稚园，不想让婆婆带了。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卸磨杀驴？孩子长大了就要把这块心头肉给拿走呢？而婆婆给夫妻俩不仅仅攒了8万元钱，还承担了这对夫妻的生活起居。这样好的免费保姆，李女士就应该偷着乐吧。赵川当场看不下去李女士的所作所为。干过家务吗？干过家务吗？没有。谁干的？婆婆。女儿谁带的？婆婆。请过月嫂没？没有。婆婆算月嫂吧？应该比月嫂好吧？好。给钱没？没有。该不该给？该给。我没吃婆婆的饭没有？吃了。该不该给钱？该。凭什么你们要？我问你，值还是不值？带小孩值。带小孩值？对。我插一句话啊，我真是看你看不下去了。你老公怎么对你爹在得癌症后期一个护工多少钱？而且对于一个病人的那种贴心贴肺的那种好是多少钱？你算得清吗？他对你爸是怎么对你爸的？你刚才对他妈是怎么对的？所以你这还真是让人挺气愤。涂磊老师和赵川主持人怒斥简直大快人心，这样的女人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只想婆婆带小孩，而1分钱都不想给。而婆婆有什么坏心眼呢？把儿子的钱存起来，最后不都是花在孙子儿子身上吗？这笔账都算不明白。这个李女士真的是脑子不聪明啊，还大言不惭跟婆婆过不去，不奢求儿媳回到家问候一句婆婆累不累的关心，只求儿媳不大吼大叫的对待婆婆就行了。赵川也安慰到在场哭泣的婆婆，真的是让人心酸。那这段感情该何去何从呢？让我们看看嘉宾老师的建议。首先点评的是周小鹏老师，羡慕那种孩子有老人帮忙带的，所以我说你应该特羡慕嘛。我特别羡慕。你们家那个不就你们自己拿吭哧吭哧吗？而且还有一个，刚才那女孩说上班累，我也知道上班很累。我上班现在来回得4个小时，我也觉得上班真的很累，但是没办法，还得做家务，特别是做饭。现在夏天，家里边最热的地方是厨房，特别难受。他没感觉，这个在做啊。所以啊，我说他不懂啊。有婆婆帮忙带小孩的女人是多么的让人羡慕和幸福。对于一个从来不做家务，更别说夏天要让她进厨房的女人，她是不会明白煮饭兼顾带小孩的难受的。什么时候就应该让她多体验一下这种感觉，要不然她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饭桌上的筷子永远不懂婆婆是如何走到今天的。所以婆婆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帮他们代办，他们自己都是成年人，该放权让他们自己去承担责任。接着是曲伟老师犀利的点评，我觉得他们家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件什么事儿呢？就是谁都没摆清楚自己的位置。
曲伟来说分别指出了婆婆的越位，不应该什么事情都管，养出了这样的白眼狼。儿子的错位是没有做好婆媳之间的桥梁，这些事情儿子应该承担，儿媳却是失位的，没有做好一个妈妈的样子，不洗衣服不煮饭，下班了就躺着等吃饭，更没有做到妈妈的义务带好孩子。所以这份婚姻关键是儿子做好桥梁作用，婆婆做好辅助作用，儿媳改正态度，不要再好吃懒做了。最后是压轴出场的涂磊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。你的一点就是，有一些人往往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希望家庭不清不楚，大家都来帮自己，等自己过了这个坎之后，就希望分得清清楚楚，这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？从你上场一开始对于婆婆的那个态度，我就恨得咬牙切齿。涂磊老师说出当时林先生还在追求李女士的时候，李女士的父亲住院10个月，林先生对李女士不离不弃，并且还在医院最近的地方找个班上，一边上班一边照顾老丈人。这份恩情很多男人看到这种情况直接就跑路了，可林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10个月，直到老丈人安详的离开人世。从这点看来，这个男人是多么的品德高尚，还有这样的好婆婆，任劳任怨的帮忙带小孩。可李女士对比林先生是如何对待彼此的家人的呢？高下立判，相信全场都看出来了。人一定要有良心，会将心比心，这样世间才会有更多的人情味，活得才会有滋有味。最后跟婆婆道歉，并且承诺自己会改过自新，一定跟婆婆摒弃前嫌，好好的过日子。结果虽然是美好的，但屏幕前的家人们觉得李女士能不能做得到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